哎，各位舒肤机械小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摩羯座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这是我们旁边有个小姑娘，很漂亮的小姑娘这样，然后她故意要装得很可爱，显得她的脸很小，脸很大。来，子妍跟人家打个招呼。我是个管师子妍。跟大家讲了很多次保养品的制造、保养品的原理、保养品的刺激啊，保养品造成的敏感肌以后，我们才想起来，突然间都没跟大家讲说，什么样的保养品可能会产生什么问题啊？你大概要怎么修复？所以我负责讲什么样的保养品产生什么问题，他负责讲修复，这样哈这一集。那要跟各位讲，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清爽型保养品，在环太平洋区东亚，像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泰国都很喜欢用那个清爽型的保养品。所谓清爽型，就我洗完的脸以后会涩涩干干的，然后会控油抗痘。那我们在长久监测清爽型保养品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它的渗透性很强，所以你可以初期看到它们对皮肤的纹路会有破坏，然后毛孔会稍微塞住。那再狠一点的时候，如果你持续使用到比较重伤的状况下，它的毛孔的因为分泌就不畅通嘛，然后清爽型不断的干涉它的皮脂分泌，然后它的毛孔就塞住了，那这时候你几乎看不到油了哈。我们常常在讲那个健康人干了几种哈然后生病的千百种哈，你现在就看到清爽型对皮肤的伤害，那这边是健康型。但是这世上除了我们东亚喜欢的保养品以外，其实还有欧美人喜欢保养品，像那个将近70、80年前我阿嬷跟我讲的Pond's哈，就是那个肥肥的面霜这样，那他们擦起来滋润型的伤害通常是这样，它对皮肤一开始的伤害就是整个浑沌油油的。那因为它不太会渗到毛孔，所以往往在滋润型伤害的时候，你会看到表皮有纹路不漂亮，但是毛还在哈。但是如果滋润型的一直这样一直看你笑，一直陪你到老。使用的时候，它就慢慢会伤及到皮肤啊，伤及到皮肤以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皮肤就油亮亮，然后完全看不到任何纹路，然后毛也慢慢消失哦。我把两张图永远放在一起让你看，是你可以看到你的皮肤慢慢的怎么样从好变坏哦。那有用清爽型的，当然有用滋润型的，那自然就有人又清爽又滋润嘛。就是他洗完脸很滋润，然后很清爽，然后对不起很清爽，清爽完以后就不要笑嘿，这老男人不能一直笑好吗？然后就洗完脸以后就觉得很清爽，又涩涩，他就擦那个很滋润的东西，结果你看他又把毛孔塞住，然后把纹路弄掉，这种是非常惨的，我们也看过这种。那有时候有一些人喜欢用 A 醇、用 A 霜，我们偶尔也会看到那种皮肤长久使用以后，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类固醇或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最后它整个皮肤就薄掉了。我们在皮肤科界我今年进来已经30年了，然后30年前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很奇怪的美容界的说法他说你的皮肤很薄，我一直没搞懂什么叫皮肤很薄，后来一直到做肌肤监测以后，亲眼看到他的皮肤，我才发现对，真的很薄，因为它的整个表皮几乎都薄脆化，然后就出现很多血管狰狞的样子。好，刚刚院长占了我们这么久的时间，那就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好的，就是受过伤害的皮肤，原本会这样，就是比较崩崩亮亮，然后什么都看不到，然后经过了移除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漂亮的纹路跟比较多的毛孔。然后你看这个也是原本都是被堵塞的颗粒。然后经过慢慢的修复，然后皮肤就会变得开始有纹路，还有孔洞。本来这段是给他讲，可是我实在是搞我还要讲一下。大家看到这个情况，你就会想要用酸，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如果你酸用的太过分，你就可能把整个皮肤烧伤，结果它就从这边一路走到这边，这样你就休想要走过来。所以正确的滋润才能正确代谢。来，我们请那个子妍跟各位看一下什么叫正确的滋润、正确的代谢。好，我这边有一个范例，就是原本你看，从5德灯下可以看得出，它从喷了1次的水光之后，原本是整个非常的均匀的白块，然后做完之后呢，可以看到开始有一些破碎块。虽然肉眼看起来没有说到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从5德灯下就可以清楚看到角质被代谢掉。然后原本呢，整个表皮从50倍中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干瘪的。然后经过了水光的补水滋润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纹路开始变得比较清楚，然后皮肤也没有那么干，就比较蓬润一些。好，在这里跟各位讲一下在学理上，如果你是用
角质柔软的方式让它慢慢代谢，你会看到角质纹路变得比较蓬软。然后如果你是用酸性酸蚀的方式让它代谢，你就会看到它整个皮肤变比较扁薄。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在谈清爽型跟滋润型的部分要补充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是原本在武德灯下是非常的均匀的厚实白块，然后经过水光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些角质都被代谢掉，然后也比较松软，然后不会说就是那么干硬。然后这个呢，可以看到原本有很多这种黑颗粒堵塞住毛孔，然后经过我们的水光喷射移除之后呢，可以看到毛孔变得比较干净，然后这边开始有一些纹路出现。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呢，它原本有一些发炎的红色，然后经过水光之后呢，整体也比较褪红，然后皮肤也比较柔嫩一点。好了，这里我要补充一下，你知道那种啰嗦老男人旁边这个已经可以当我女儿了，然后这个病人也可以当我女儿，然后当女儿，你知道爸爸就很想骂，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看到她的皮肤很硬，你就叫她回去焖软。大家都知道我们乳化等于油加水加角质嘛，我们就叫她焖软。然后焖了半天还是这样子，你看到就焖了半天还是这个样子，于是我们就只好用一点水光冲一冲，让它松一点。这个冲一冲有没有用呢？各位可以看到从真皮图可以很清楚看到，你看它的颗粒很清楚被移除掉。这不是了不起的地方，你随便用硫酸也可以移除，对吧？重点是你除了这些颗粒可以移除，你可以看到仔细看，如果你放大看，你可以看到皮肤上的纹路是保留的，这个才表示你的正确移除是柔软而且是强悍的。好，那刚刚给大家看了褪红的，我们现在看到更明显褪红的，这个呢是经过了一次完整的深度的大敷面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原本这边非常的红，然后慢慢的褪红，然后再经过水光补水之后呢，整个又更淡了。然后你可以看从武德灯中可以看到说皮屑这些白色的皮屑也慢慢的被移除。然后这是 A 区，我们可以看一下 B 区，也是原本武德灯有很多这种白的干屑，然后慢慢的也被清掉，然后整体呢也越来越恢复。然后这个是50倍图。可以看到原本比较臀厚，然后整个都脏脏的，什么都看不到，然后慢慢的开始出现纹路跟孔洞。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补充一下这个图为什么变得很重要？其实你要看它褪红不难你只要稍微给它一点湿敷啊，给它一点类固醇，给它一点这个，给它一点那个。这世界上褪红方法有100万种可是当你放大来看的时候，它必须真正回到有纹路，毛孔能够通畅。就像我们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个图结果它必须有纹路，然后毛孔通畅然后到最后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硬硬的颗粒一颗一颗啵啵啵啵啵跳出来。当它能够产生自我代谢能力，再度产生自我代谢能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褪红，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永久痊愈。每次有漂亮小女生如果来的时候，如果能够欺负我们就欺负一下，不能欺负就只好避秋这样。你这老医师好意思欺负小女生吗？现在当然是可以欺负，因为自己的小朋友嘛。来，子妍换你讲那几句快。有肌肤问题找舒肤机械，用科学证据找回肌肤自信。不对，再来是有皮肤的问题。没有你就记一切看。好，有皮肤问题找舒肤机械，用科学证据找回肌肤自信。欺负小女生是老男人的兴趣如果各位想继续看我们欺负漂亮的小女生，我们就是在荧幕前面的你就要负责帮我们点赞、订阅、分享，然后让我们这种舒肤机械小教室的频道可以一路往前走。